我们现在准备讲课。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菩提心我们每次都在讲都在提醒大家发这个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说我们今天听课的目的是什么？那除了我们今天的听课以外，还有我们平时也有闻思修心那么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就是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这个目标就是成佛。成佛就是我们的目标。那成佛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成佛呢？成佛就可以度众生可以利益众生所以要成佛我们的这个学佛的目的是为了成佛成佛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那么我们为了利益众生要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听今天的课，然后一步一步的修这个叫做发菩提心这样子的这个发心就叫做这个发菩提心。好，请大家发菩提心。接下来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那么今天的课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最基础的一个课就是思嘉心的课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人生难得，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讲这个死亡无常寿命无常不仅是死亡和不仅是这个寿命无常万事万物都是无常一切有为法用佛教的话来讲就是叫做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就是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就是一切有为法那么一切有为法就是这个叫做就是无常所有的有为法都叫做这个无常对无常那么这个无常呢虽然是一个基础的这个最基础的修法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修法。如果没有无常的这个修法，那么我们的这些很多的闻思修以及其他的比如说像烧香拜佛等等这些行善都不能成为一个解脱的法也都不能成为一个大乘的法，不能成为解脱之因成佛之因所以无常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有些人觉得我们经常讲这些无常人生难得呀无常这些都是很基础的这些修法没有讲大圆满，没有讲大受因，没有讲密法这样子的话很多人觉得这个很可惜的很多人觉得这个无常人生难得呀这些都是不值得修或者是说这些都是下等根基的下等根基的人的这个修法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所以就是很多人都不太愿意修无常不太愿意修这个思嘉心然后呢有些人呢也会说我们不需要修嘉心直接修大圆满直接修大受因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证悟了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忽悠，这根本没有这样子的可能必须要从这个思嘉心一步一步的修大家必须要了解自己我们念这么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学语文学数学等等这些相对来说就是没有那么的深奥的东西念这些东西都是从一年级一步一步的学一步一步的学那么像佛法这样子的深奥的东西我们有可能
这些基础都不做了，直接修大圆满，有可能这个成功的可能性吗？根本就不可能啊。像语文、数学这类的东西相比之下就是很简单的像佛教讲的空性、明性、见性这些相对来说就是这个语文数学这都是非常简单的知识。但是呢，连这么简单的知识，我们都要从1年级2年级一步从小学、中学去学。这些就是充分的说明我们必须要从最基础开始学习，从最基础开始修才会有成功的这个可能性否则的话，我们修大圆满修大手印这些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如果有人说我们不需要修人生难得，不需要修无常，直接可以修大圆满这些都完全是忽悠人完全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没有这样子的。大家必须要从最基础开始修。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最基础的这些修法当中还是相对比较重要的一个修法叫做无常的修法。人生无常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理论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然后我们的身边也经常会发生太多的这个无常的事情。然后我们每次在这个新闻上也经常看到很多无常的事情。但是这些无常永远都是一个知识一个理论那么这些理论呢总是不能成为一个我们的修心的这个动力。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总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亡都会死的然后呢，身边的一切都在变化都在变化，这些我们都非常的清楚我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一切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但是呢这些都不能成为一个动力不能成为一个动力，这就是永远是一个理论。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没有修主要就是我们因为没有修，理论上我们知道一些人生难得，学了以后呢也就基本上知道了人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但是我们修到今天这个可能是每一个人的这个修行的程度可能是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变化需要一定会有变化。我们都已经修了好几个月了好几个月这样子的话每个人都一定会有变化，但是这个变化的这个程度可能是不一样，这个跟每一个人自己的这个时间上下了多大的功夫，修了多长时间这些都有关系的。但是总的来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这个收获。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修无常我们就要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先修人生难得，让我们认识到这个生命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生命，当下的这个生命是非常非常来之不易的。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修无常，修了无常以后呢，让我们知道这个人生非常是来之不易的。但是呢如果不珍惜不懂得珍惜不赶紧修行的话，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些都是我们的修行的动力。因为我们就是没有这样子的修行的动力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去修了大圆满大手印，最后呢大圆满大手印都是修不上去，不能
没办法证悟，最后呢对佛法也就没有太大的心性啊，对修心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兴趣，最后就是没有最后就是推世，这是一个非常的失败的一个学佛的方法啊，一个非常失败的，那么这个失败是为什么？是以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基础的这些修心，这些基础的这个修法没有修好啊，就是因为这些最基本的这些东西没有修好，我们的基础不扎实啊，所以最后就是修不上去啊，像大圆满大手印，然后就是禅宗的这个明心见性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非常高深的法非常深奥的法啊。佛教里面在佛教里面没有比这些法更深深的，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呢，因为我们人的根基就是跟不上，我们的根基就是不适应这些法，不适合这些法，所以最后呢我们还是一无所有。虽然一开始就去修了大圆满大手印，什么都听了，什么都修了但是最后呢没有什么结果也没有明心见性也没有证悟大圆满最后就是退世，越来越没有心性。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很多人的文思不到位，缺乏了对佛教的这个整体的认识，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我们不认，这个时候我们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我们会觉得这是佛法的问题学了佛，修了心也没有证悟了，所以最后就是对佛法失去信心，所以我说这个是很失败的，那么如果我们从人生难得无常这样子一步一步修，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一定会有收获的，一定会有变化的我们的内心当中一定会产生变化。那这个变化是不是往坏的方面变呢？就是往好的方面变就是比如说我们修了人生难得以后呢，有明显的变化，然后修了无常以后呢，也有明显的变化然后后面的几个修法，每一个修法都有这个每一个修法都有收获，都就给我们就带来了一些变化。那这个变化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走得越走越好那它就是成为这个修行的动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修四加行五加行都修完了以后，我们再去修禅定最后再去修大圆满或者是大手印禅宗都可以的，这样子才有机会这个证悟，才有机会证悟。所以我们从佛教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从世俗的这个从这个世俗的角度讲，我们有可能有博士有研究生大部分都是大学生这样子的，但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我们今天大家都是小学生，大家都是小学生幼儿园的学生，所以我们还是要就去学一下比较适合我们的法，比较适合我们的法是什么呢？就是人生难得，死亡无常，这样子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一步一步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我们的内在的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当中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世俗的不正确的负面的这样子的这个价值观。那这些价值观呢，就是导致了什么呢？就是导致了让我们不想学佛
不想修心更加的懒惰更加的这个世俗庸俗导致这些那么这些价值观呢，我们要通过文思和通过修心来慢慢的调整一步一步的调整当然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够证悟了空心那这个所有的问题就是一下子就解决了。但是我们现在这种可能性不大，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些不好的这些观念要一步一步的调整因为这些都是在修行的道路上在学佛的道路上，我们的这些观念都是障碍都是障碍那这些障碍我们像证悟空心大圆满的智慧来一下子全部把这些所有都断掉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的根基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呢我们比如说用人生难得这样子的这个修法来这个来这个解决我们在之前不懂得珍惜人生不懂得珍惜生命，不懂得这个珍惜我们当下的机会这样子的这个懒惰用这个方法来解决然后生命无常，用生命无常的这种修法来推翻我们就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觉得死亡离我们很遥远我们不会总有一天大家都知道会死的，但是呢我们每一天都觉得今天我一定不会死的我们每一天都有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到临终的时候还会有的就在躺在病床上就是当天要往生的那一天早上他睁开眼睛的时候还是有这种想法，今天我不会死的他每一天都有这样子的除了极少数的人就是修行稍微比较好的人知道他自己什么时候走的这样子的人以外，我们其他的人几乎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只知道我们总有一天会死的，有一天是我们的死亡的有一天但是呢这个不是今天明天我们也会认为不是今天然后呢我们一年的365天我们每一天都会觉得不是今天不会，今天不会死的甚至是这个躺在病床上就是要当天死亡的那一天，我们还是这么认为今天我也不会死的总有一天会死的，但是今天不会死每天都是这么想每天都这么认为那就是这种这个颠倒的这种不符合逻辑不符合事实的这种观念这种观念叫做佛教里面叫做常执就是常住不灭的执着那这个执着就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我们懒，每个人都很懒不想修心不想修心，如果想修的话，那也就像我明天修后天修明年修退休了以后去修就是这样子一直都拖延一直都拖延，最后就是所有的机会所有的这些机会都已经错过了，最后就是没有办法所以这种问题我们怎么样解决呢？这种问题就是通过无常来解决我们很多的人就说我很懒很懒，就是在修行的道路上不精进怎么办这个唯一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修无常很多人说就是因为我就很懒不精进我需不需要念什么咒念咒也许有帮助，比如说我们念金刚萨埵的咒等等，这样子的话清净了业障然后呢对修心感兴趣有这样子的帮助，但是这个帮助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帮助
直接的帮助啊。如果我们要想出一个最有效的方法的话，那就是最好就是这两个：人生难得，死亡无常啊。如果这两个修法如果真的修得好的话，那我们人啊，从此以后不会懒惰，从此以后一定会很精进的。那么我们的前一个修法就是人生难得的修法啊，应该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大家都修过了这个人生难得的这个修心。那么我们就要回顾一下，或者是我们也要观察一下自我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修行的效果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到底有没有什么这个效果？这个非常重要那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这里面就是举了一个例子大家都这个有中文版，大家都知道的有一个人他非常非常用功非常精进的有一个人呢，他自从学佛了以后呢他没有睡过觉然后呢他的上师就告诉他还是要睡觉的，还是要休息的，如果不休息那会生病的，你还是休息一下吧。然后这人就说我一修这个人生难得的时候呢，就根本就没有这个去睡觉去休息这样子的兴趣，因为这个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都是太珍贵了我不想浪费这个人生这个寿命，所以我就一修人生难得的时候就不想去休息不想睡觉这样子的。那我们要达到这种程度是很难的这个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我们当然不可能，这个不可能我们永远都不睡觉，这个是本身就这个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变化。比如说我们没有修人生难得的时候呢不太这个懂得珍惜我们的当下的这些实践不太觉得这个人生有多珍贵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不觉得有这么的这个珍贵之前没有修之前是这样子然后修了以后呢，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感觉到了这个生命是很珍贵，然后呢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然后就人生确实很不容易有这样子的变化有一定的变化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们作为这个修人生难得的这个标准如果之前之后都没有任何的变化的话，那我们虽然是修了四五个月了，但是呢就是这个这个它的效率上讲就是效率不高没有什么结果只有修心的这个善根有福报的人生难得我们修1分钟修1分钟修1秒钟都有很大的这个福报只是有福报而已，实际上没有效果那这样子的话怎么办呢？就是要重新修重新修，就是以后就是这个要想办法再修重新修如果有比较明显的变化的话，那这个我们可以算是一个初步的一个这个进步作为一个初步的这个成果也作为一个我们的暂时的这个标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修那么下一个这个修法呢就是人生这个寿命无常那寿命无常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修行的方法阿底峡尊者的这个法脉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是思维的方式。然后呢藏传佛教的这个每一个教派里面呢都在讲寿命无常
就像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就讲得非常非常清楚，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广。然后尼玛巴的这个五沟广尊者的大圆满信息这个信息修习，还有就是这个普贤上师眼角，这些里面呢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也讲得很多很全面的。但是这些都是大同小异这个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这些修法都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有些时候有一点点不一样，思维的方法有点不一样但是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这次呢，就是根据这个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眼角就根据这个当中讲的去思考那么具体的这个思考的方式呢这本书里面就是从7个不同的方面去思维有7个。第一个是比较宏观的去了解这个无常去感受无常宏观的，也就是说这个外在的世界比如说我们的地球太阳系还有就是这个宇宙银河系宇宙从这样子的这个万事万物的角度去了解无常。其实实际上最后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或者是我们的生命在变化，在无常最后就是要落实到这个问题上。但是呢要全方位的了解这个无常不仅仅是我们的人生不仅仅是我们的生命万事万物都在变化首先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呢第一个思维的方式让我们去了解这个宇宙它的变化当然宇宙的变化佛教里面讲的现代天文科学讲的都是这些地方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那我们用哪一个都可以的。大致上讲，比如说我们用现代科学讲的这种方法去思考去了解这个宇宙的变化，地球的变化，地球的过去的变化，地球的未来的变化这样子的话，可能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是比较容易接受用科学的方法去思考就像天文学讲的那样子去思考我们的过去，这个我们的地球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大家基本上清楚，然后它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子这样去了解，然后这个宇宙是什么样子，然后这个从这个宏观的角度去了解了解了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不仅仅是我们的人生不仅仅是这个某一个东西，而且万事万物都在变化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万事万物当中唯一的不变的是物质的变化这句话说的是非常对的唯一的不变的是什么呢？唯一的不变的就是变化变化它永远都不会变的，它永远都不会停止，它永远都会变的。其实这个说的是非常好的，这个就是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子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怎么去思考呢？第一个佛教里面讲成住坏空成住坏空，成住坏空过去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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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以前我想在佛教里面没有讲一个具体的很确切的数字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时候呢那这个空间是没有地球的没有太阳的没有这些天体这个3000大千世界当中
还没有形成任何一个这个天体，都不存在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片这个虚空，除了虚空以外啊，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呢，小乘佛教的这个俱舍论啊当中讲得非常的清楚，那这个时候虽然是没有啊，这个虚空当中虽然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物质，没有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这些天体，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虚空当中就是充满了能量或者是粒子啊，最小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的，我们的感官啊感受不到的这些最物质的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粒子啊，这样子的。用佛教的话来讲，这个叫做微尘啊，很细微的这个粒子啊，那这个是在这个宇宙当中是充满了这些东西的，然后呢，在一定的客观的条件下它就是慢慢的就是变成了这个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的这种物质啊。那这个时候古老的这个外道讲是讲造物主把这些粒子让它变成一个这个星球，变成了一个星球变成了我们的这个地球，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天体那佛教呢，他不认为这个是造物主把它们变成一个星球佛教就讲缘起缘起就是跟自然科学讲的一样，缘起在一定的客观的条件下这些能量最后就是变成了一个物质变成了一个粒子，然后更多的粒子加在一起，最后就是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物质这些天体但是这些都不存在之前呢叫做这个就是一片虚空，一片太空这叫做空，成住坏空的空成就是在这个客观的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它这些能量慢慢就是变成了这些细微的物质能量也是一个物质，这些最细微的物质，然后聚在一起然后组合最后就是构成了一个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物质星球那这个叫做成然后住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用地球来讲现在的这个时候，这也有一个很长的时间然后最后呢成住，最后就是坏坏就是它的毁灭佛教就讲我们的这个地球最后佛教也就讲最后这个太阳的能量这个热量越来越大最后就把这个地球也会毁掉地球也会毁掉，慢慢就变成这个成为一个不适合居住人类不适合居住生命的一个高温的星球然后最后呢它就会毁掉那毁掉了以后呢最后还是回到前面的这个空的阶段这个整个的这个星球都不存在了以后呢，然后中间就有很长时间有很长时间就是空，没有任何的星球的一个这样子的时候，只有能量只有细微的物质，没有这些我们能看到的这些物质然后呢又过了成千上万年以后呢，又在这个客观的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又把这些能量又最后又变成一个物质，最后这些物质越来越多以后又变成一个星球但是这个就像我们物理当中讲的物质不灭一样这个物质它是存在的，只不过就是它的分散和聚合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个星球
啊，分散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能量啊，这个能量就是在这个虚空当中啊，它就在这个虚空当中弥漫在虚空当中，但是人看不见，人看起来就像一个虚空一样这个就叫做佛教讲的成住坏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就像《华严经》当中讲这个3000大千世界，这个太空外太空当中有成千上万的宇宙，成千上万的宇宙，有些宇宙呢正在这个形成，有些正在这个现在存在有些正在毁灭有些是已经毁灭的这个虚空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世界。那这个世界就在这样子变化，任何一个这个宇宙当中的任何一个它的成员都在变化这是佛教讲的。我们首先静下来去思考这些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的现在的像太阳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像地球这样子的这个物质巨大的这个天体物质总有一天呢，它也会走向毁灭走向毁灭，最后以后呢，它也变成了能量，变成了这个粒子，它自己不存在那太阳地球这样子的这个巨大的物质，最后都变成了在这个虚空当中消失的话，那么我们一个人是非常非常渺小的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身体都是非常的渺小，非常非常渺小那么像太阳宇宙太阳系里面的所有的这个成员或者是我们就像在高原上晚上一看天气比较晴的时候，一看这么多的星星无数的这些星星，在星空当中看到的无数的星星，总有一天这些都会毁灭，这些都会不存在的有这么一天那么这些都有这么大的变化的话，那我们这么渺小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变化呢怎么可能是不变呢要去这么去思维但是我们没有说我们不变我们比如说我们问今天问某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大家都会说我们在变我们总有一天也会死亡，大家都这么说但是这是理论上大家这么认为理论上这么认为，但是实际上我们不这么认为的实际上我们就是365天每一天我们都在觉得今天我不会死的我们每天都这么说这么认为，但是理论上呢我们会说这个365天当中任何一天我都有可能死亡的理论上我们会这么认为365天当中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死亡这是理论但是实际上呢，这个365天我们每一天都会觉得我今天不会死那这个理论跟这个实际就是有这么大的这个距离那这个距离我们怎么样这个距离缩小就是需要修需要去修寿命无常理论上我们这些都已经知道了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总有一天死亡这个所有人都知道的。但是呢，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修呢明明知道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修呢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刚刚讲的一个人如果活到80岁每一年都有12个月然后呢每一年都有365天那么这365天当中我们理论上让我们去说，那我们一定会说一个人活到80岁每一年
每一年都有365天，每一天都有可能这个人有可能死亡，我们理论上我们一定会这么说我们不可能说这个某一天是他绝对不会死的没有这样子的理由，所以我们理论上我们一定会说任何一天他都有可能死但是我们自己会实际上我们自己会是这么认为吗？根本不是实际上我们每天早上我们起床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是已经默认了今天我是绝对不会死的所以我今天要做很多事情呢，要安排很多事情呢等等。所以我们的理论跟这个实际的我们的想法是矛盾的但是我们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两个矛盾了以后呢，实际上给我们导致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去想没有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无常的修法来警告自己警告我们自己每一天都有可能的然后理论上我们知道不仅仅是这一点，然后每一天我们真正的在生活当中让我们感觉到今天我真的有可能死亡要有这样子的感受，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我们当下的一切的这个机会才能够去机会才能够懂得这个珍惜否则的话我们永远都是理论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说很多很多的道理但是呢这些道理都根本就没有用实际上我们内心当中内心深处就已经我们自己否定了这个理论，就我们一定会觉得我今天不会死的那这就是这个理论我们否定了实际上这个理论它是对的它是对的，它是有证据的但是我们已经默认了的这个观念它是没有道理的它没有什么道理，它没有什么证据，但是呢我们虽然是没有道理，虽然是没有证据但是我们就是否定了我们的这个理论就是理论上说我今天有可能走但是呢实际上觉得我今天绝对不会走然后每一天都这么想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这么想，每一天的我们的想法是对的话，那我们永远都不会死亡的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只要我活着，我就认为我不会死的那这样子的话没有一天没有死亡的一天所以这个理论上知道是根本没有用的人生难得呢，我们连理论上都不怎么知道的然后呢无常呢，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身边发生的太多的无常太多的无常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我自己不变我自己今天这一天不会死亡，没有这样子的理由所以呢理论上我们就只能接受了，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一直都在否定这个理论一直都在否定，我们不接受，没有接受那现在我们修无常的这个目的就是什么呢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去接受这个理论接受这个理论接受了以后呢，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每一天我们如果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能够接受这个理论接受这个道理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生活就会有很大的变化然后我们一定会思考我今天应该做什么我今天应该这个24小时当中我应该去做的是什么，我们会考虑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想这么多所以佛陀让我们首先要修这些最基础的这些东西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第一个就修这个
从这个外面的世界，从宇宙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刚才讲了成住坏空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科学有很多的说法，但是其中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我们的地球最早的时候是不存在的，然后呢存在的时候呢，产生的时候呢，它不像是我们今天的这样它就是一个高温的这个天体高温的天体，大部分的这个它的构成的成分就是溶液，就是这个岩浆那么最后就慢慢的这个温度下去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了今天的星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高温有气体这个气体就在外面就是蒸发了蒸汽，然后这个蒸汽就在空中变成了这个云和雨，然后呢下了大量的雨就是变成了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海洋然后慢慢海洋退了以后呢，就这些陆地出来了，就是我们慢慢的变成今天的这个这个地球已经过了已经过了这个45亿年就是这样子。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的这么大一个星球最早的时候是不存在的然后呢出现了以后呢，然后它就是一个高温的一个火球一样根本就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这样那么经过了这么多的这个时间以后呢那就慢慢的变成了今天的这个地球，然后未来它也在不断的变化有一天它也会毁灭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也可以的，反正我们要知道这个宏观的角度，宇宙地球这些都在变，而且变化特别的大等等，还有就是我们它的一些细节的变化也可以去思考这些我们就不需要讲的太多，大家知道的这些东西地球的变化地球的这个比如气温上升然后呢这些比如说南极北极的这个冰都在融化，然后海面的这个水平面这个就慢慢的增高，然后呢海边的很多的城市慢慢就受到很大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变化，我们都可以去思考这些这个就是我们首先去学先去学一下这些知识学好了以后知道了以后，我们两边都可以学佛教的这个居士论当中讲的成住坏空4个这个阶段要去学一下那这个就是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演讲当中讲得很清楚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太复杂的，比如说像居士论当中描述的特别的清楚，然后呢讲的也非常多很复杂我觉得不需要这么复杂的东西，我们简单的去了解一下，就像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演讲当中讲的一样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呢科学的知识也就是我们不需要太详细的去了解太细节的东西，他们的说法也不太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任何一个说法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一种思考的这个材料就是思维的方式通过它的方式去感受这个地球的变化这个宇宙的变化就可以了就可以。这2个首先我们要去学一下这个知识先去学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开始打坐那打坐的时候我们这个前面大家都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经验所以我们就基本上知道怎么做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些都不需要讲了毗卢七法呀，排除污气呀，然后就这个祈祷释迦牟尼佛呀，然后就发菩提心呢最后就释迦牟尼佛融入自己的这个心，然后最后就自己心和佛的智慧融为一体等等
这些我们都已经不需要讲了啊，那么大家都已经修了好几个月了啊，不需要讲。然后这些都做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静下来去思考，思考啊，实加心，无加心啊，基本上这些所有的这些修心都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啊，都有思考中间比如说我们思考时间长了以后呢比如说感到比较疲倦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有些时候就可以静下来停止所有的这个思维所有的思维，所有的思考都停下来，安住在一个无念的状态当中无念是什么呢？就是什么也不想过去的、未来的我们都不想，当下的所有的这些念头，好的、不好的、善的、恶的全部放下来。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呢，思维的比较多了以后呢，就是比较感觉疲劳比较容易静下来。这个时候就是有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是没有思考、没有思维的安住在这个当中。除了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时间以外这么一段时间以外，其他的都是所有的私家性和无家性，都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尤其是这个私家性呢，全部都是思考都是思维思考因为我们为什么不学佛？为什么不修行我们为什么懒为什么想修行也不实际上做不到？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有些观念的问题观念的问题，有些错误的观念，就是导致了很多这些负面的这些情绪不想学佛呀，不想修行不积极向上就是喜欢吃喝玩乐不积极向上这些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导致的结果。那么我们现在要调整这些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观念怎么去调整呢？就是还是要通过思考这个不是通过磕头不是通过烧香拜佛不是通过念经吃粥而是通过思考通过一个理性的思考通过一个符合事实的一个这样子的思考，通过这个思考来调整我们的不符合事实的不符合事实的这些错误的这些观念这些错误的观念一个一个调整过来了以后呢，最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这个佛教的价值观这个叫做出离心、菩提心这些都是佛教的最重要的这个价值观那我们就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价值观，所以要修这样一步一步的去修然后静下来了以后呢，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一个思考的这个过程那思考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过了具体的方法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去宇宙的成住坏空去思考一下这些其实这些不是最重要了，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去修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的寿命的变化这些是最重要，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感触最深的感触最大的不是这个宇宙的变化，宇宙的变化变和不变都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呢，我其他的这些很多的这书里面讲的这些变化对我们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也许感触不是很深但是呢，让我们全方位的去了解这个无常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就是把这些宇宙什么都要去想一想所以首先我们去思考静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就首先去思考那这个过程当中
有几个问题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了。首先啊，按住行啊，这个九住行啊，九住行我们以前讲过禅定的这个诀窍里面讲过，九住行当中，我们修加行的时候呢，有几个是比较重要的。有几个是比较重要啊，有几个比较重要。第一个是按住行啊，按住行啊，按住这9个当中的第一个按住啊，按住。首先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夏把这个前面的这些发菩提心呢，还有这个披露七法呀，排除无切的全部做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静下来啊，然后去开始思考这个宇宙的变化啊。比如说我们先去思考佛教讲的成住坏空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心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啊，全身啊，关注宇宙的这个成或者是住坏空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啊，我们很用心的啊，很认真的去专注啊这个变化的时候啊，我们就已经放弃了所有的这些其他的这个杂念啊，也就是我们已经离开了，已经拒绝了所有的其他的杂念啊，我们的所有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在这个成住坏空这样子的上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已经安住在这个成住坏空当中了啊，所以这叫做安住心啊，安住心这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安住心啊，没有安住心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就像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不修心的时候啊，就是没有安住心。我们没有安住什么啊？我们的心啊，非常非常的散乱，他一会儿就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啊，一会儿有开心，一会儿有不开心，一会儿有去想善的、恶的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数不清的这些念头啊，它是没有一个这个安住的没有一个安住的点啊，它是胡思乱想啊，简直就是一个混乱的状态啊，所以它没有安住心啊。有了安住心以后呢，我们把这些思维规范整理，这里面有些思维过滤了，不要了啊。也就是说，除了这个成住坏空这样子的思维以外，所有的其他的这些思维，其他的这些念头，我们都拒绝了啊，都远离他们了，然后远离了以后呢，我们的心就有一个目标就放在这个目标上面让他去思考这个东西所以叫做安住心这安住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安住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一定会就是安住了几分钟以后就没办法再安住了没有办法再安住。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又会向另外一个跟我们的这个目标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叫做走神跑神用佛教的话来讲，这叫做钓局或者是我们比较大家都常用的词来讲的话，就是散乱走神跑神佛教的话就叫做钓局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已经离开这个主体了已经离开了这个目标，他已经没有在思考这个无常他没有思考无常，他去想另外一件事情根本就跟这个无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工作上的家庭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而且尤其是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呢
这个事情是让我们都感到非常的苦恼，就心静不下来，就静不下来大坐了很长时间。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大坐的过程当中，没有几分钟，没有一个时间是完全能够静得下来的全部都是胡思乱想这样子的这个状态让人很失望这样子很不愉快，出定了以后都心里很不开心，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这个是我们之前就讲过了，这个大家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去面对这样子的现实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很正常，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这个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的话，那它不可能它永远都是这样子，一定会越来越好而不会越来越坏不会越来越糟糕，一定是开头的时候是非常的糟糕，这个就是很正常的情况，后面呢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所以这个没问题的，我们要相信这个之后就会有好的路可以走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走神的时候呢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两个东西，叫什么呢？叫正知和正念就需要这两个，正知正念。正知正念我是佛教的这个词正知正念就是佛教的词那我们用佛教的这个解释去了解这个正知正念这两个词的内容那正知是什么呢？当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修禅定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要去见识他自己的状态他自己的这个举动他的活动他自己去见识那他自己能见识自己吗？这个可以的。我们曾经也讲过很多次，我们的心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功能，它第一个它可以去这个分析判断外在的所有的东西它可以去研究，它可以去判断它可以去思考然后思考的同时它也完全清楚的见识或者是感受所谓的见识就是他完全可以感受到他自己的这个变化或者是他自己的活动用佛教的话讲，这叫做自知自明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自知自明这四个字有高层次的，有低层次的高层次的是什么呢？高端的这个自知自明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或者是大圆满的正悟空心这个就是自知自明然后呢低层次的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在想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他自己在想什么这叫做自知自明我们现在讲的自知自明就是这个自知自明叫做正知正知正确的这个感知正知那这时候呢，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要去监视要监视它要监视他自己要知道他自己在想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这跟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坐的过程当中这个是不能缺少的如果没有争执没有争执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没有争执，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没有争执的话，那我们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想无常2分钟以后呢，我们的心已经离开了无常这个主体已经走神了他现在根本没有去想无常，他现在他想的是完全跟无常没有关系的东西，但是呢我没有发现我自己没有发现
那这就是因为没有争执没有争执就是这样子没有发现的话，他有可能3分钟、5分钟都没有不发现，然后他一直都想这些跟修心没有关系的这些事情，但是我一直都想没有感觉到我现在是错了没有感觉到我没有感觉到我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修心的目标这样子以后呢，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浪费很多时间。如果我们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专注某一个目标的这个时间是不多的因为我们刚刚在训练不多的。然后呢，走神、跑神这样子的时间3分钟、5分钟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专注的时间是2分钟跑神、走神这样7分钟、10分钟这样子的话，实际上我们比如说打坐打1个小时，那真正这个当中去思考我们的这个修行的这个目标主体这个时间就只有20分钟左右了所以这个是很浪费时间的，所以必须要有正知正知是最重要的。有了正知他就发现我的心已经离开了这个主体的时候，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做什么呢然后就必须要采取措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调局有调局的这个措施昏沉就有昏沉的措施如果我不想修就是人在这个打坐但是呢，我们的心理的状态就是一直都是一个昏昏沉沉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思路非常非常的混乱然后又很模糊不清晰，头脑不清晰很昏沉这种状态当中，我们修了1个小时、2个小时也不会有什么这个结果，没有进步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那政治必须要知道我现在是已经处于这个昏沉的状态那么处于这个状态是不正常的所以必须要采取措施，必须要调整怎么样调整？它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个我们曾经讲过了，慧灯之光里面呢也有，比如说我们用凉水就洗脸或者是这个室内的这个温度稍微要降低等等这都已经讲过了，不需要再讲，就是必须要有采取这样子的措施如果是调局调局是这个昏沉的相这个对立的就是调局就是散乱心静不下来根本就静不下来，然后就是像各种各样的这些杂念都冒出来，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也要有争执他必须要知道要知道我现在处于这个调局散乱的状态就是处于散乱的状态，必须要知道知道了以后呢，然后立即就要调整采取措施。散乱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慧灯之光里面也讲过了室内的温度稍微要调高一点或者是这个如果大坐的地方很凉的话，这个光线稍微暗一点等等这些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来慢慢的这个调整需要有正知和正念然后有这个调整调局和昏沉的这个调整的方法这个都是我们修任何一个加行都需要的。好，这是大家要记住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人都静下来了，我们很多人就人的身体在打坐，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到底要想什么，然后呢
心啊，我们很多人的这个都说我心静不下来啊，需不需要念什么咒啊？这个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念咒也许啊，像念金刚萨埵呀这些的话，消除了我们的罪业啊，会修心有一些帮助。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很间接的这个方法，不是一个直接的方法。直接的方法就是禅定的这些手段啊，这些方法才是最直接的这个对治的方法。就是需要正知正念啊，需要正知正念。正念呢啊，我们刚才讲的是真知啊，正念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啊，专注于啊，安住于某一件啊这个主体啊，比如说无常，或者是人生难得啊，然后这个目标啊一直在我的心中啊，我没有把它忘掉啊，这叫做正念啊，没有忘掉。没有忘掉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啊，我一直都在想这个事情，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啊，那这叫做这个正念啊，需要有正念啊。如果没有正念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呢？没有正念啊，那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在思考这个无常，然后这个时候呢，思无常啊，比如说成住坏空啊，这些都在我的心中，我在思考它啊，这个叫做有正念啊。没有正念呢，没有正念就是我们的心中把这些东西都忘掉了啊，忘掉了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去思考这些啊，这些主题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心啊，这个就是没有正念，没有正念，然后没有正念，但是如果有正知的话呢，他会调整过来的啊，他就知道这个已经出问题了啊，禅定就出问题了，他就调整过来了，但是没有正念的，没有正念上面也没有正知的话，那就是一直都这么离开这个主题，也不知道离开了主题哦，那一直都是这样子，这个一个混乱的状态，然后这个禅定就是没有任何的效果，没有任何的结果，那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不能没有这两个啊，正知和正念这两个同时不存在，同时没有了啊，那这样子就我们就根本就这个禅定是根本没有效果的。所以最好啊有正知有正念啊，两个都存在，那是最好了啊。但是如果没有正念，如果有正知啊，他立即就会发现啊，这个我现在的这个修心的状态啊是不对的啊，他立即发现了就会调整的。但是没有正知，不仅是没有正念，而且正知也没有啊，这样子的话，第一个禅定出问题啊，然后也没有发现出了问题，那这个是最糟糕的状态啊。所以这些都是这个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知识啊，基本的方法，禅定的基本的方法，这个大家都要打坐的过程当中啊，要注意啊，打坐的有没有效果啊，修心修得好与不好，就是有没有这些方法啊，就取决于有没有这些方法。有这些方法啊，打坐一定会效果一定会好的啊。但是我们不要觉得一开始就每一坐都是很好啊，很标准，这个是没办法做到的，因为我们的时间还不够啊，时间这个投入的还不够，所以这个没办法做到。但是呢，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需要有正知正念啊，修无常也是啊。然后我们修这个无常，那修无常确实是这个功德是相当大的啊。佛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如果这个无常啊修1秒钟1分钟，那这个功德啊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很多的烧香拜佛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行善的功德啊，超过了其他行善的功德，一定要修无常啊，我们一定要修无常，这是最重要了。好，这是第一个修法啊，然后第二个修法呢首先我们去感受
外面的这个世界的变化以后呢，接下来第二个我们再去感受内在的这个终身用佛教的话来讲这个气世界，气世界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们的一个容器一样所以佛教里面经常讲气世界然后第二个就是有情世界，有情世界是众生我们人类还有其他的动物这些生命这些生命也都是变化的，然后这个变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两个方面去思考一个是佛教讲的，另外一个就是现代科学的这些知识两个我们都可以用，这两个都能够说明这个生命是变化的比如说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这样子的这个方面去思考我们人类是怎么样进化过来的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海洋生物然后慢慢就变成了今天的人这样子也可以或者是佛教里面讲的一样，人不是进化过来的，人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人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六道轮回不是进化过来的这样子也可以这个不管是这个进化而来或者是一开始就有人类的存在这两个都能够这两个都是一样，都能够说明变化的进化论呢，这是很明显的变化然后另外一个佛教讲的人类呢一开始的时候就讲的佛教描述的一些这个人类一开始的时候就每个人都有神通每个人自己身上发光等等，讲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慢慢的就变成了越来越不好，人类就是越来越多的烦恼然后就越来越多的这个贪然后最后就是变成了今天这样子这是从最好到慢慢的变化到最坏进化论是一个最坏的一个最低等的动物，然后慢慢进化就变成一个高等动物反正这两个都是变化，从低等的变成高等的也好从原始最好的这个人类变成我们今天的人类也好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是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这个科学的这些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发现这样子的人类的任何的这个留下来的东西但是呢这也没有办法否定，因为他讲的不是200万年，不是600万年以内的，他就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更早的一个状态情况但是佛经里面讲的这些东西呢，它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子呢？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我们都是佛教徒，然后呢，我们以为我们一定要这个承认佛经里面讲的全部都是真实的东西。其实也不是这样子。这佛陀自己讲得很清楚了，有些东西呢其实不是这样子，但是呢，佛为了当时的这种2500多年前的人尤其是这个佛陀讲的时候，这些都是印度的这个一个地方的人佛陀虽然也就去过了像斯里兰卡等等一些其他的地方，但是呢，释迦牟尼佛大多数的这些讲法的地方呢，就是印度的一个区域那么这个一个区域2500多年前也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文化背景然后这些听众这些听的这些人，佛陀来听佛陀的法的这些人是特别特别杂这个人特别杂有贫穷的，然后就有国王，然后有非常非常这个了不起的学者，然后也有普通的这个老百姓，什么样的人都有，因为佛陀当时就是主张平等平等不分当时的这个印度的阶级，佛陀反对这样子的这个人分这么多的层次的这种做法
所以就这个听佛法这个人当中啊，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啊，包括外道的。所以佛陀就是为了度化某一个人啊，某一群比较特殊的人，然后他有些时候就是会讲一些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些这样子的这个话题。那然后这个他们接受了以后呢，佛就是慢慢的最后就把他的这个真理啊，他要想告诉他们的事情，不会一下子就讲给他们听，要逐步的讲啊。这个佛陀非常非常的主张啊这种传法的方式啊，这种传法的方式，佛陀知道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方法，否则的话，一开始的时候把最后要想告诉大家的东西讲出来的话，那么很多人是没办法接受的啊，很多人就当场他们就会有可能会就退出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佛就度化不了这些众生，所以呢，佛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这样子的，比如说描述某一个东西在佛经里面都有7-8种不同的说法7-8种不同。比如说我们曾经也讲过，比如说日食、月食这样子的这个比较简单的东西，在佛经里面都讲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最终就是在释论金刚里面讲，就我们今天讲的是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其他的佛经里面有太多太多不一样的像神话一样的，像神秘的东西讲的特别特别的多那么这些都是为了当时的有些人为了这个符合他们的这个想法就是为了度化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佛陀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这么的这个佛教徒就不需要这么的这个狭隘说一定就佛经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一定是真实的除了我们讲的这些东西以外，其他的我们都不承认，都是错误的。不能有这样子的想法。佛教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这个宗教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佛经里面的有些符合现代科学的佛经里面没有讲也没问题，我们可以去思考这样子，我们完全可以接受的然后呢，有些佛经里面讲的这个跟现代的科学讲的不符合，但是也没问题的。这个佛经里面讲的有些是对人类而讲有些是对其他的这个生命众生针对其他众生讲那么其他的众生看这个地球他看到的东西跟我们人类看到的东西呢也不一样的这个也就是只有佛教才能够讲的一个非常深奥的这个道理这个我们可以慢慢的学习。所以这些都是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这个要符合现实现实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这两边都可以去思考，像佛教这样的去思考也可以，或者是用现代科学讲的那样子去就是像进化论的这个方法去思考都可以，都没有问题。反正这两个都在讲生命是变化的无常的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需要的结论是无常这样子去想然后佛经里面经常讲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人再过100年以后呢，我们所有人都不存在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人在听然后我们今天拍一个照留下来，然后呢100年以后的人看那他就会说这个就是100年前有一天某些人在听课在讲课，但是呢现在这些人都是不在了他们都已经往生了这些都是一些私人的照片都一些不存在的人，他们一定会这么说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些古老的这些照片里面的人呢他们都已经不存在了他们都已经死了，这全部都是一些私人的照片
就是这样子，佛教讲的啊。然后我们可以通过现代的方面去思考，也可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地球上有70亿人口啊，然后我们每一天有16万人，全球有平均16万人死亡，每一天全世界来讲有16万人死亡，然后每一天有16万人死亡的话，那么每一年多少？然后这样子计算的话，那么就是119年当中，我们的70亿人口都会死掉的，需要119年啊。那119年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今天全世界所有的人假设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拍一个照片，然后留下来我们的一个全球70亿人口的合影然后呢，再过120年以后的某一天，有一个人就拿到了这个照片，一看这个照片上面有70亿人口，但是呢，这70亿人口现在都不存在，这些人都死了这70亿人这个照片都是死人的照片这里面没有一个是活的这样子，这叫做这个终身的这个无常，就是这样子，这些都首先就不去思考我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身体的变化呀，寿命的变化，首先我们用这个宏观的去思考一下这些，这样子以后我们最终得出来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然后不但是外在的这个宇宙、太阳系或者我们的居住的这个地球在变化，而且我们内在的这个众生就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众生整体来讲也在变化不是我一个人的变化，整体讲70亿人口也都在这样子变，不管是佛教的角度不管是这个进化论的角度看都在这个不断的在变化，然后呢119年过去了以后呢，我们今天的地球上的所有的人都已经不存在了都已经死掉，都已经死光了那这是一个宏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所有众生的一个变化这样去思考这是第二个这个思维的方式我们今天就这个7个当中就讲2个第二个这个思维的方式，然后呢通过这2个这个思维反复的去思考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影响很深刻的影响这个影响就是什么呢？我们宇宙也在变化然后呢众生的这个整体上也有很大的变化那这些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还要修呢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了知道是理论上知道的但是骨子里面呢，就是我们还是持有另外一种观点那现在我们把这些理论上的东西来推翻我们的这种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已经根深蒂固了的这种观点要推翻这个观点，所以要大做反复的思考，反复的思考所以我们这个理论上知道还不够理论上的这些知道的这些很多东西在现实生活当中它不起作用起不了作用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希望我们理论上知道的接受的这些东西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充分的使用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发挥作用就是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反复的去思考但是我们的这些思考是必须要符合逻辑符合现实然后现实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现代的古代的哪一个角度讲，最终的结论都是一样，都是变化无常我们最后需要的是这个，我们首先
把这个理论上的知识啊，我们现在知道的都是理论上的知识，理论上的知识要变成我自己的体会啊，要变成我自己的感受。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理论上的这个知识转化为我自己的感受呢？这就是需要大作，需要去思考。然后当它变成了一个我们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呢，虽然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但是它的力量还是很微弱的。所以我们要把它的这个力量要培养它的力量培养它的力量，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呢？它能够干涉我的生活能够干涉到我的这个生活当中它可以干预到我的生活现在我们理论上知道的这些东西呢，虽然是理论上知道，但是它不会干预到我们生活。我们生活当中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所以它不会干预我们的生活。最后我们需要达到这样子的效果所以要反复的去思考。而我们今天将这两个思考的这个思维的方法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修我们的这个计划基本上就是每天是2个小时每天2个小时，早上1个小时，晚上1个小时，然后需要修2个月修2个多月，需要修150个小时需要修150小时，就是需要2个多月这样子。但是我们不是今天讲的这2个思考是我讲的是这个死亡无常呢是比较大家的感触是比较深刻，然后呢比较容易有感觉所以我们就这个时间上先暂时就是2个多月这样子那就如果到时候不够的话这个时间可以再安排然后呢我们今天只讲了2个，还有5个其他的这个思维的方式，这个我们明天还要继续讲明天也有课时间就跟今天一样的。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好，我们现在做回向。Sonum de tamja zuba ne domle ni pe jana baje kirga na je walon de ba jebe zole do a do jo om a hom ban znger pa ma se de hom om a hom ban znger ba ma se de Om Ahum Bajrangur Bama Sadahum